有缘人，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好像自带锦鲤体质，总能吸引到好运，而有些人却像霉运附体，总是遇到倒霉事儿？为什么有些人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就让人觉得很舒服，而有些人哪怕长得不赖，却总让人忍不住想远离？为什么有智慧的人总能一眼看穿问题的本质，而我们却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绝大多数修行者穷其一生都难以触及开悟的境界？有没有一种方法能让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个世界的规律呢？我们的世界是否真的隐藏着一些被忽略的秘密呢？接下来我将与你探讨这个话题。您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一些让人感到窝心的事儿，比如说旁人的冷眼和指责，或者那些突如其来的霉运和不公。这些境遇经常让我们感到心里难过，觉得委屈、愤怒，甚至于对这个世界产生一些消极的认知。当我们深陷其中又无处可逃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面对这些不请自来的遭遇，我们是应该硬刚回去，还是忍气吞声，又或者是躲起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呢？这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事情变得不那么糟糕呢？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相由心生。大家都知道相由心生这个词儿吧？它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意思，大部分人都知道。第一种就是说人的外在容貌和气质会受到内在心境的影响。我们通常来形容一个人之所以气质出众，散发光芒，让人如沐春风，是因为他的内心安定，有涵养，有美好的心灵。或者一个人哪怕五官端正，但若是心浮气躁，阴郁愤懑，那给人的感觉也必然不舒服。这相由心生的第一层意思是说，对于人面相的解释很好理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常说一个人的相貌和气质其实是内在修养与心性的映照。但相由心生还有第二层意思，这一层更深远，也更有力量。这里的相不再是面相的相，而是你看世界的方式，也可以理解为心相。人的内心所想会影响他对外在事物的看法。一个人所看到的事物，对事物的理解和感受，其实都是由他的内心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心态决定世界观。这层含义来自于佛家，意思是你眼中所见的世界，其实是你内心的投影。六祖慧能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也就是说，世界有没有变化不在外面，而是在你心中。我们对事情的理解、感受、判断，其实都是心的产物。比如同样的一场雨，有人觉得烦，有人却觉得清新。同样是被批评，有人觉得委屈，有人却从中看到提升自己的机会。所以说，你怎么看这个世界，世界就怎么回应你。所谓命由己
造，相由心生。这个世界万事万物其实都是我们内心的映照，这就是相由心生的真正含义。我们的世界观是建立在我们内心之上的，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决定了这个世界在我们眼中的样子。你怎么看世界，世界就怎么回应你。这不是鸡汤，而是一种深刻的认知模式。我们眼中的世界其实是心的投影，而我们内心的状态也会反映在我们每个人的举手投足、行为举止之上。所以当我们遇到让我们不开心的人和事儿，我们该做的不是去改变那些无法改变的外在环境，而是改变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当你换一个角度，可能你会发现，那个突然对你发火的人，可能自己也在承受巨大的压力。那个看似倒霉的事件，可能正是一次转机的开端。当你能在困顿中看到希望，在逆境中发现生机，你的心就不再是受难者的心，而是一颗创造者的心。因此，当我们能在萧条中发现生机，从危机中看到机遇，从消极转变到积极，我们就改变了自己的心态。而这种转变是有力量的。当你的内心变了，你的气场也会跟着变，你的行为方式、表达方式、情绪反应都会发生变化，你的人际关系环境甚至运势也就会随之发生转变。而这种心态的转变会带动周遭的一切发生良性的变化。我们追求的所谓气运，往往是源于我们自己迈出的第一步。这就是相由心生的威力，这就是心的力量。然而，虽然我们明白了相由心生的道理，但在很多时候，心态的调整和转变往往不会那么简单，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念头的问题，它还牵涉到人的认知、情绪、思维惯性、悟性等很多因素。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信念的力量到底是如何影响世界的呢？背后有什么科学依据吗？那这就涉及到一个具体的方法，而这个方法的背后藏着一个重要的秘密，一个从人心到宇宙万物都在遵循的法则。它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心态，还影响着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它不仅能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甚至有可能改变你命运的走向。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重点频率。身为人类，我们都有贯穿整个身体的震动，或称之为生命力能量。正是这种震动频率决定了我们的整体能量、气场以及我们吸引到生活中的体验、人和事件的类型。我们的震动会根据我们的心情和我们正在经历的整体生活品质而变化。发生日常波动是正常的，除非我们的震动长时间下降，否则不会产生负面影响。让你不快乐的主因从来不是情况本身，而是你对于它的想法。当你的震动一直很低时，会导致疲倦、身体疾病、整体的消极情绪，以及与你的灵魂和心灵智慧脱节。它还可能使你更难以调整、校准自己的目标或直觉。
并导致你将混乱、戏剧和其他负面体验吸引到生活中，除非你有意识地努力提高振动，否则它很可能低于应有的数值。这是因为现代生活方式通常会让人处在低振动频率的状态中。其实有很多事情会在不知不觉中降低你的振动。下面是12种最常见的。1. 把期望放在别人身上。没有人可以为你改变你的生命，你必须自己来。内省与觉察关照是关键，而且始终是最重要的事情。请去好好认识你自己。2. 抗拒改变。学会不执着地去爱是人生中最难的一课。事情来来去去，没有什么会保持不变。如果我们固守旧的而拒绝新的，我们就会错过正在敲门的机会，过晚摘取的果实就会变质。事实是，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无法感知理解每一个行为和反应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不执着地去爱，不期待地生活，不带批判地去感知，才能找到幸福。3. 担心。担心和过度思考是缺乏信任造成的。当我们不相信自己时，就很难相信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希望一切都能完全按照预期进行，并且会分析每一个细节，并在脑海中反复思考数千次。所有这些担忧都变成了顺应生命之流的拉扯。当我们放弃控制的需要时，我们会更充分地信任这个过程。你的潜意识将引导你进入自己所需要的世界，以完成你解放自我的所需。4. 限制性的信念。我们喜欢说自己是心态很开放的人，然而现代社会里的编程在潜意识作用，很容易让我们陷入了自我限制的信念中。一切皆有可能，你只需要相信它是这样子。所以想象力丰富一点，天空不是极限，你被制约的思想才是。5. 内疚与罪恶感。除了恐惧之外，内疚是第二强大的低频情绪，仿佛会从你的灵魂中吸走生命力。恐惧和内疚同时也是控制人类的两种最佳方式，能让我们陷入痛苦。大部分的事都是中性的，没有对也没有错，你不需要让自己达到任何人的标准。我们既黑暗又光明，包含有阴阳两种品质。如果你一味想饿死你内在的黑狼，驼很可能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狠咬你一口。黑暗不是邪恶的，暗能量只是尚未被光照见的地方。你必须学会如何喂养你的阴与阳，平衡永远是关键。6. 所有多余的东西。极简主义者对此深信不疑，我们的生命真的不需要这些。最近的研究表明，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来自生活经验，而不是物质与物品。然而，我们的家常常都堆满着闲置不用的东西，没被重视，没被使用，没被流动。这股堵塞的能量对我们个人的能量来说已经是一种无形的耗损。打开你的柜子，
感受里面的物品，要留下，要赠予别人，要回收，怎么处理都比持续囤积的状态更好。7、恐惧。你每天里有多少次是出于恐惧而采取的行动？其中一些可能很难识别，也很多时候它潜藏在习惯与生活的细节里面。恐惧是你通往幸福和满足的道路上最快的出轨途径，所以当它来敲门时，请练习用爱来回复。8、需要自己永远是对的。为什么需要自己是对的？是源于缺乏信任和安全感的需要，借由建立对他人的支配地位，我们感到安全。因为如果你总是对的，那就意味着别人是错的，这是一种相对的自我提升。当我们觉得自己的判断是正确时，它会让我们感到坚强和安全，而当我们错了时，我们往往会感到不安全、缺乏甚至恐惧。自我支配着我与别人的二元领域。当我们能够释放自己是对的需求时，我们就会找到通往内心平静的新道路。9、批判。生活是一面镜子，会反射回思考者的想法。无论是我们对自己的负面批判，还是我们对他人的批判，都有相同的根本原因。每次你批判时，你遇到的其实是你自己影子的一面。所以如果你侮辱别人，把那些话转回去，因为你刚才说的话正是你需要治愈、接受和转化的东西。当你对自己苛刻时，这意味着你对自己感到不舒服，缺乏自我接纳。当我们批判时，我们不仅是在展示我们自己的内在，而且是在将我们自己的看法投射到现实中。10、受害者心态。你总是有2个选择，你可以将自己定义为整个世界的受害者 Victim of the world， 或者你可以明白到你就是这个世界 You are the world。 当我们明白自己周围的一切，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家庭、生活、衣服，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内心世界的反应时，我们就会看到自己有多少疗愈需要完成。如果你的生活一团糟，你正处于一段不幸福的婚姻，或陷入一个死胡同的事业，那么我们应该去注意内在的某些事情是不平衡的。当我们失去平衡时，我们会觉得无法控制自己的环境，最终我们会重复相同的模式，而没有有意识地理解自己这样做事背后的原因。许多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不知道如何帮助自己，很难确定根本原因是什么，或者周期是从哪里开始的。借由有意识地去生活，照亮心灵被隐藏的角落，我们就能够将未解决的记忆带入疗愈和释放中转化。所以看看四周，发现生活中哪些是令你感到厌倦的事情，找出无法荣耀你灵魂的东西，并知道这就是你需要转化的地方。11、把你的问题归咎于别人。你生命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老师，你生活中的每一次经历都是一个学习。生命就像在照镜子，
而镜中的每个老师都是你自己，每一个事件和每一个关系都反映了你自己。尽管很难时时刻刻都意识到这一点，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知道生命总是带给需要学习的东西，吸取教训，继续前进。如果你第一次没有吸取教训，同一个课题还是会重新出现，不过是在另一的新的体验发生，对象是一个不同的人，虽然披着不同外衣，但他还是会再回来找你。若你能认出他，你仿佛能听到他在你跟前说着：嗨，我又来了，这次你打算怎么处理呢？当我们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他人时，我们就正在将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开来，对内在疗愈的机会转头无视。我们越是回避自己，我们的问题就越大，我们也就越陷入令人低落的受害者心态。12. 感到后悔、遗憾。无论是惋惜错失的机会、糟糕的关系，我们应该做而没有做出的选择，沉浸在遗憾中都会消耗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人认为我们之所以会后悔这么多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理想版本的自己，而我们无时无刻都希望达到心中最佳的标准。换个角度来看，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自己是100%的好人，所以当有时做的事情不能反映我们自己最积极正向的一面时，就会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够。但是当我们能够放下这些过度理想化的高标准，拥抱生活现实和落地的姿态，我们就可以从完美的幻象中解脱出来。拥抱你的阴暗面吧，它其实也是你创造力的源泉，去接受自己的光明与黑暗，并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从量子物理学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是能量，我们都是在不同频率上震动着的存在，每个震动都相当于一种感觉。在震动的世界里，每种频率散发着高高低低不同的震波，任何感觉都会让你传播不同的震动。换句话说，感觉就是你正在调频的迹象。最后，我为大家总结梳理出几条提升振动频率的建议，这也是我本期作品的最终目的。第一条，纯净的思想。我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会向宇宙发出某种频率，这个频率会回到宇宙本源。所以如果你发出的是偏向负面的想法，沮丧、悲伤、愤怒、恐惧，这一切也都会回到你身上。这就是为什么照顾好自己思想的纯净度，并学习如何培养更正面的思想是如此重要。第二条，周遭的人。你生活中的人会直接影响你的振动频率。如果你身边大多是快乐、积极和坚定的人，你也会进入这个振动。相反的，如果你身边充斥着喜欢抱怨、八卦和悲观的人，请小心，事实上，他们的确会降低你的频率，间接阻止你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使用吸引力法则。第三条，音乐乐极是药。
音乐有着非常强大的力量。如果你频繁地去听关于死亡、背叛、悲伤、遗弃的音乐，所有这些都会干扰到你的感受和能量状态。同时也需要注意你所听的音乐有着怎样的歌词，它也可能影响你的振动频率。记住，你在生命中所吸引来的事物，正是你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感觉。第4条，你看的东西。当你常常接收关于不幸、死亡、背叛等主题的画面时，你的大脑将其视为现实，并将相关的化学物质释放到你的身体中，这会影响你的振动频率。请保持觉察，多去看看那些让你感觉美好并能帮助你以更高频率振动的事物。第5条，环境氛围。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工作场所，如果你长时间处于凌乱肮脏的环境中，也会影响振动频率。美化你周围的事物，清洁和整理你所在的环境，妥善收纳物品，而非堆积杂物，障碍与堵塞的能量，让场域不仅富有美感，且频率和谐。这也是一种生命，让宇宙明白你已准备好接受更多，好好的照顾好你身边已经拥有的东西。邀请天使进入生活的最佳方式，就是用心打造一方天堂。第6条，你说出口的话，语言的力量。如果你对人事物发表错误或不真实的话语，这也会影响你的振动频率。要稳定保持高频率，必须减少抱怨和说别人坏话的习惯，尽量避开戏剧化的表达和欺凌他人，有意识地做出不同选择来思想、言语和行动，就会直接影响你的命运。请为你的人生承担责任。第7条，感恩。感恩会对你的振动频率带来正面影响，这是你现在应该马上融入生活的好习惯。开始感谢一切，感谢美好的事物，也感谢你曾认为是不好的事物，感谢自己所经验的所有经历，毋庸置疑的。感恩能为生活中出现的幸运和美好打开大门。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与美好事物同频共振。原来不是世界偏爱某些人，而是他们新的频率早已和好运共振。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